电影进我口，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名字叫《八仙的传说》。传说蓬莱仙境里生活着7个神仙，这一天他们勃然兴起，把酒言欢，却发现桌上摆放了8个玉碗。他们认为这是上天在暗示他们要凑够8仙，于是纷纷下凡来找合适的有缘人。相传凡间有一个绝世大好人，那就是当朝的国舅爷。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说皇上不要贪图美色，直到这一天，烦躁不已的皇上终于勃然大怒。他革去了国舅的官职，并将他贬到了蓬莱。画面一转，落魄的国舅刚到蓬莱，道馆的道长就殷勤地招待了他。休息之际，几个乞丐的嬉笑声吵醒了国舅。国舅听了乞丐和道长之间的谈话，立马明白这几位都是得道高人，于是请求他们指点自己。道长送给了国舅一匹白马，还给国舅推荐了一处清净之地，让他骑马移居到那里静修。就这样，国舅骑上白马上了路，但神奇的是，白马竟然走着走着突然飞上了天。此时道长和乞丐现出原形，原来他们是汉钟离、铁拐李变成的，他们已经选中国舅来当这第8仙了。另一边，国舅骑着马来到一个小镇上，这个镇上的官兵正在强抢民女。国舅通过打听发现，原来是县长的老婆长相丑陋，为了让老婆变漂亮，县令听信妖言，派人抓满7个少女，要用她们去点天灯。国舅本想要去帮助少女，可惜此时的他一没钱二没权。就在国舅无可奈何之际，铁拐李伪装成了一个道长，他给了县令夫人一颗丹药，说是吃下就能变绝世大美人。吃下丹药的夫人疼痛不止，不久后果真就变成了大美女。而另一边，国舅仍然在为少女的事心烦。突然他接到皇上的圣旨，国舅本以为皇上终于要开始重用自己了，却没想到皇上只是派他和县令一起给自己寻找民间的美女。县令一筹莫展，小县城的人烟本就稀少，哪里有什么美女啊？此时县令的夫人心生一计，自己现在不就是美女吗？于是他请求县令把自己送进宫里，县令无可奈何，只能照办。选妃当天，皇上一眼就看上貌美如花的县令夫人，当即就赐她为贵妃。可好死不死，夫人刚好在这时现出了原形。皇上看到她的真容后，一怒之下直接派人杀了县令夫妻2人。国舅看到皇上还是这般贪图美色，便直接开口斥责。就在这时，皇上笑了起来，原来这皇上也是铁拐李所化。这时何仙姑生气的出现，她声称世间难民多不胜数，众仙普渡他们都还来不及，铁拐李和汉钟离竟然还有闲工夫在曹国舅这种官宦之人面前演小品。说罢，仙姑拂袖而去。国舅渡河追寻仙姑，却不料船夫把她扔在了湖中央。就在他挣扎之际，船夫露出了真容，原来他就是仙姑所化。仙姑取走了国舅的官服，并送他上了岸。上岸后，国舅偶遇了自己的学生，学生给国舅讲了仙姑的往事。仙姑之所以极其讨厌官宦之人，是因为他小时候曾被身为官宦的父母扔进了莲花池，幸好后来被路过的大娘所救。长大后，仙姑一心一意照顾大娘，她的孝心感天动地，这才引来吕洞宾下凡助仙姑成了仙。国舅听完这段往事后感慨万千，随后便继续开始了旅程。他来到自己曾经的封地，身无分文的他想要讨杯水喝，好心的小酒贩直接给了国舅1碗酒。就在这时，国舅的表侄走了过来，他仗着自己表叔是国舅，平日里横行霸道，欺压百姓。国舅看不下去，便过去阻拦，谁知这家伙不仅认不出国舅，还将他打了一顿。酒贩的酒摊也惨遭连累，被表侄砸了个遍。就在这时，吕洞宾现身扶起酒贩，并将他带到了一个酒楼，这里豪华气派。吕洞宾随手一挥，墙壁上的仙鹤便翩翩起舞。他告诉酒贩，这个酒楼从此以后就归他了。有了仙鹤的点缀，酒楼的生意越来越好。直到这一天，国舅的表侄又来闹事了。国舅见状再次挺身阻止，结果却被表侄赶出了酒楼。国舅感受到了世态炎凉，他继续上路，半路上偶遇2个年轻人正在大打出手，中间还躺着一个老人。原来这2个青年人是亲兄弟，中间的老者是他们的父亲。父亲在几天前捡到了一根点金棒，可以把世间任何东西变成金子。2个儿子见后红了眼，竟为了点金棒杀死父亲，然后兄弟相残。国舅看到后怒火攻心，直接把2个人送进官府。走上堂一看，原来县令是国舅曾经的书生。国舅被革职后，他就夺取了国舅的钱财做了官。公堂之上，县令对兄弟2人的判决丝毫不在意，他利用职权直接夺走了点金棒。退堂之后，县令随手用点金棒挥了挥，果然家里的物件都变成了金子。这下可好，县令越发的贪婪，不仅将妻子小妾都点成了金子，就连自己的母亲也不放过。国舅前来找他理论，可县令不知悔改，反而还想把国舅也变成金子。就在这时，2个兄弟一把夺过点
点金棒。原来这二人是吕洞宾和韩湘子所化，为了惩戒县令，他们直接大手一挥，将其变成了骷髅。国舅此时终于明白，人呐，千万不能太过贪婪。经过吕洞宾的点化，国舅终于成了仙。就在八仙终于归位之际，王母娘娘的寿辰也要到了，于是八仙纷纷准备好了礼物，飞上天庭祝贺。电影结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哦。